不要钱。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先天不足，阳气暴动，此人恐怕活不过25岁。不过还好你遇见了我。已无性命之忧啦。喂，师傅。你个臭丫头，死哪儿去了？我让你下山结婚，你怎么还不回去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伤财命，你又不给我钱，我连回家路费都没有，你还吼我。为师给你算过了，你要嫁的人就是你的命定之人，保证能破你伤财攒不住钱的命格。真的？那我就能载入仙成为小富婆了。我这就回家。大概3分钟之后就会有人过来接你，我还有事就先走啦。福伯，少爷，您醒了。救的那个谁呢？少爷，我们找到您的时候，并没有看到其他人，不过在您身上，我们找到了半块玉佩。往常，我至少要昏迷3-4天才能醒，这一次，居然只用了半天就醒了。他一定是个名医。可惜，我们找到您的时候，您是在监控死角，没有拍到神医的长相。立刻派人在国内外的中西医间找他。是，我立刻派人去找。等下，等找到神医，替我去和沈家结成婚约。少爷，大师说了，您和沈家女儿是天作之合，你们结婚不仅可以化解你活不过25岁的命数，而且您会越来越好。什么大师？不过就是一个江湖骗子而已，他能比得过神医吗？少爷，这桩婚事可是老太爷亲自约定，退不得呀。行了，我去就是。我可不想去嫁给那个病秧子，堂妹她跑了，家里总不能让我去替嫁吧？放心，妈早就通知沈之暖来替嫁。明家那个病秧子活不过25岁，妈怎么舍得让你替嫁呢？真的？不仅如此，你大伯母为了感谢我们家替嫁，还答应把君安国际酒店的控股权交给我们呢。太太，二小姐回来了。你怎么就穿个这回来了？赶紧换了去。把我丢到乡下20年不管不问，现在倒是想去了。你，结婚的事情你都清楚了吗？回来这几天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别给我整出什么幺蛾子，听见了吗？你一个从乡下来的土包子，要不是妈给你争取的这一次机会，你觉得你能嫁进豪门？你连给豪门当佣人的资格都没有。我看你印堂发黑，晦气笼罩，即刻颇有灾祸发生。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小姐。哎呀，你是怎么干活的？没事吧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打120啊！我另一颗玉佩呢？难道掉到刚刚那个人身上了？我怎么算不出那个人的命格和位置啊？难道他命格特殊？哎，不行，师傅说了，这个玉佩得我和命定之人一人一半才能破解我的伤残命。我得找到那个人，拿回玉佩。
你们沈家打的什么主意，我一清二楚。别以为嫁进你家就可以一死。所以你什么意思？结婚之后，离我越远越好。我是不会跟你产生任何感情的，记住了吗？求之不得。现在，让我们为这对新人送上最诚挚的祝福。那这另一半玉佩的人到底在哪里？少爷，你客气一点。什么情况？这发生了什么？她是沈家旁氏的女儿，叫沈之暖。3年前刚从乡下结婚。沈之暖，少爷，要不要把这个冒牌货扔回去？爷爷只是想让我娶沈家的女儿，具体是谁不重要，好吃好喝供着就行。是。神医的事情调查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调查了国内国外所有著名的中医和西医，没有找到符合您描述的那位神医。不过，我们找到了您手机里的那半块玉佩，那块玉佩是一对双鱼玉佩。只要我们找到另外一半一模一样的玉佩，就能找到那位神医。尽快吧。是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我有事情要问你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的新婚妻子呀，我们才刚刚宣誓，你怎么就忘了？既然是我的新婚妻子，那你应该知道该如何履行做妻子的义务吧？你们家太子爷不是有隐疾吗？谁跟你说我有隐疾的？回房等着我，洞房之夜，我定会向夫人证明我到底有没有隐疾。你进了明家呀，就不比以前了。明家重规矩，太太让我来教教你。你虽然年纪小，但是伺候人的规矩你要知道，不要到时候笨手笨脚的，惹怒了少爷。你年轻的时候介入他人婚姻，连着流掉了2个孩子，30多岁好不容易结婚生了一个孩子，却体弱多病，是还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管理印堂声闻奉劝你一句，做人还需以善良为本，小心报应到不孕之上。什么？小五发高烧住医院了？明明玉佩就在附近，别去找不到具体的位置，也不知道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。如果不好好治疗的话，只怕……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吗？这是刚刚有人放进来的，不是我。新婚之夜要把新郎赶出去，这样不太好了。真是。你怎么流鼻血了？我呢，天生怪病，流血、昏厥都是常事。怎么，你嫁人之前都不好好打听一下未来丈夫的情况？情况怎么和那个人这么像？竟是万中无一的95爻辞飞龙命格。若有大吉运者相伴，也可扭转命数啊！看来师傅没有骗我，你真的是我的天命之人哎！你说的头头是道，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怎么，你也学了一件神棍，会算卦？本来你呢应该健健康康、无病无灾，只是好像被什么不知道的东西破坏了脉搏，加上你至阳的命格，所以你的身体就成了像一个火球一样，当然会经常晕倒了。
不过呀，还好你遇见了我，在这方面呢，我可善良了，帮你设立个治好这个问题。你说的是哪方面？新闻八卦呀，看病改相啊，我都擅长。又一个江湖骗子！我不是江湖骗子，真的，我真能把你治好，相信我一次。我呢，只相信医学和科学。像这种歪门邪道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现在能治好我病的，只有一位神医。而像这种江湖骗子，离我越远越好。天命之人是找到了，朴实无配咋办？啊！可恶，那个人到底有什么东西护体啊？我怎么就是算不出来呢？沈家好大的胆子！竟然让一个旁支的女儿来替嫁，把我们明家当成什么人啊？夫人息怒，当心动了胎气。他怎么知道我怀孕了？这孩子是我和情人的。夫人幼时致人流产，牵连了因果。你腹中的这个孩子是你此生最后的缘分，若想要留住，他怎么知道的？切勿动怒。简直就是信口雌黄！来人，把这个野丫头给我绑了，立刻送回沈家去！我看谁敢！明野，你回来干什么？你找我新婚妻子训话，难道我还没有资格过问吗？少爷，我还没死呢，难不成就是想坏脸了？他只不过是从乡下来的冒牌货，根本就不是和你定亲的申报书啊！难不成你还要维护他不成？我不管他原本的身份是什么，和我举行婚礼的是他，她就是我明野的妻子。母亲大人，以后没有什么事情，大可不必叫她过来。你走。你给我站住！啊，夫人。夫人，你干什么？出了什么事情你能担当起责任吗？我给你再说本周的情况，至于这个孩子留不留得住，就看你们的缘分了。你母亲父亲宫翻红，但亮的都是偏宫，这个孩子不是你父亲的。给我闭嘴！你快去说。沈之暖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把歪门邪道用在我家人身上。我没有，你母亲本来就有问题。给我闭嘴！我平生最讨厌装大师的人，招摇撞骗，害人不浅。今天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母亲也不会出那样的意外。是你们欺负人在先，你们怎么这样不讲道理？像你这种人就应该暴毙而亡！你敢诅咒我？你啊！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你怎么了？少爷不能动气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瞎胡闹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瞎胡闹？有是神医在就好了。想说少爷就闭嘴。少爷，少爷，送回服装床休息吧，睡觉就好。好的，少爷，少爷。哎，邵夫人，你怎么了？邵夫人，对不起，我。不知道你手也太好了。哼，虽然你不相信这些，不过我还是会救你的。毕竟今天上午是你义无反顾的站在我身边。现在切喽！我只是诱引他了。那位神医如果在就好了，我的病
希望找了。另外一半玉佩，你拿我玉佩做什么？这玉佩是你的。原来我要找的人是你啊！我要找的人真的……哼，敢占我便宜，看我不把你记忆消灭掉！文博，文博，少爷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刚刚睡了多久啊？我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。不到5个小时，比上次还短。是呀，上次神医帮您医治，您都昏迷了大半天。这一次与少夫人出手，您昏迷了不到5个小时就行。这么说，这个沈之脑会医术？我觉得好像不完全是医术。我看到他用自己的血给您画了个符，而且用金针扎了您的穴位。画符，说不定是什么装神弄鬼的把戏。我看啊，肯定是上次神医给我治疗的有效果。少爷，您有没有想过，或许少夫人真有点不一般的神通，要不让她替您治治？他在哪儿？哦，他去古玩街了，说是买点东西。走，找他去。这种开口是不可能出的。可不是，别人使，非得非得到了你。老板，这块石头我要了。哎，好的。哎，没事。哎，薇薇，这不是你妹妹吗？怎么穿这副成装样还在这赌石呢？谁说不是呢？她刚嫁进你家，怎么就一个人出来逛？这个当姐姐的也真是心软啊！心暖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新婚燕尔的，你脸呢？不像我们玉川，我就说我想出来逛一逛，他就脱下了手头的工作出来陪我，真是烦死人了呢。啊，是这样啊？那你烦他的话，就和他分手啊？忍着干嘛？沈之暖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哼，我看你就是嫉妒我。你们家那个病秧子已经命不久矣了，你迟早是守活寡。你不嫉妒我才怪呢。李少，这是您挑的原石，是现在切还是拿回去？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村姑还反而赌石，他挑的那些废料能开出翡翠才滚。哎，我劝你还是别费尽心思出来赌石了，你还是回去好好照顾你那个病秧子吧。反正你也他已经病不久矣了，他再有钱也不会有人要他的，也就是你把他和你手里这块破石头当个宝贝。闭嘴，不许这么说老公。老板，他这块石头才没有原石呢。哎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玩原石10几年了，还能看走眼不成？你是李氏珠宝的大公子吧？你家可是做翡翠的多。李大少长眼了，那肯定跑不了。小姑娘，抬什么杠呀？人家李大少的眼力不比你这个黄毛丫头厉害，别嘴硬啊！老板，那就现场切了吧，也让某些人长长眼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切。李少，切好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就说吧，他的石头才是破石头，我的石头啊是宝贝，老公也是。你说说你出来闲逛，还随身携带一块假玉佩，
丢不丢人？我玉佩真的假的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说，你们开出块破石头，我不知道你们在嚣张什么。哼，是吗？把他这块石头给我切了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能开出来什么东西。别着急啊，我这块石头要是能开出翡翠，你给我老公道歉。原来他就在我身边。少爷，要不要我帮帮少夫人？去买一些成色不错的石头，如果他那个开不出来，就换成高冰的料子。是，少爷。沈之暖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不过就是一个从山上下来的野丫头，凭什么叫我道歉？别动！这是祥绿吧？看水准能出个高冰啊！这块石头要是满色，能够当珠宝店的镇店之宝啊！小姑娘，就冲这个，我出500万，能给我吧？别着急啊，说不定也就是个靠皮绿，往深了切，估计什么都没有。接着切。还真是个靠皮绿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哎，白辛苦一场，幸亏没买。哼，你真的是又蠢又贪，看到了吗？你是不是这辈子都没有见过500万？就这破玩意儿，现在连5000块都不值。暖暖，老公，找你半天。天哪，这是哪家的贵公子啊？这是李野，怎么跟离家不一样，怎么是同一个人啊？老婆，喜欢玩石头啊？挑个10几20颗，随便看，随便玩。有这个就够了，老公，等等我。老板，帮我从石头的右下角再切一刀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就这块破石头，告诉你，不管你怎么切怎么刨，没有，它就是没有。开出来了！我靠，这帝王绿！这可是波音9的帝王绿，我出2000万，小姑娘你把它卖给我吧。我出3000万，你出2000万，5000万。我们李氏珠宝收了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我可以再继续加。不卖。你可能是不知道我李氏珠宝的实力，不管你要出多少钱卖它，我们可以再多一成，不会让你成。我都说了不卖，你出多少钱我都不卖。送给你。送给我？我来选石头，本来就是要送给你的。好，那我收下。现在该道歉了？不可能，肯定是你作弊了。帝王绿哪能这么好就开出来了？一定是你跟他们沟通好了。对，就是你作弊了。你妈是想到他，快点道歉！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什么呀？那你以后还敢说老公坏话吗？对不起，林大少，我以后再也不说你坏话了。算了，那我就不计较了。各位，少夫人，没想到您赌石也这么厉害。那当然了，这些石头呀，听我的学术，我只用看一眼就知道里面有没有翡翠了。别胡说八道了，沈家怎么教你的呀？怎么跟个江湖骗子一样？你不信我？早知道我就不把翡翠送给你了。行了，回家。走，我带你去选个新的。少爷，这些都是镇店之宝，你看哪个合眼缘，我们就联系设计师给少夫人定制。喜欢哪个随便挑。这些都很贵啊。其实他们和我的风格也不搭，算了吧。您看我这个扳指，可不可能不对接？当然可以，但是少爷，您这是极品和田玉，现在已经是绝胖的孤品，这改成2个戒指，怕是有点暴殄天物了。对呀，少爷，这是老太爷送您的成人礼物，意义非凡呀。我说改就改了。他把这么有意义的礼物摆上婚戒，
看来合作之事还是有戏的嘛。谢谢啊，你送我的礼物我都很喜欢。是他，就是他！哎，快看，他就是沈之暖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凭着一张脸傍了富二代，抢姐姐和姐夫的翡翠原石，真不要脸！哎，不是我说，有的乡下人素质真低，虚荣自私，嫉妒心重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一个高中都没有毕业的野狼，总比得上他你姐姐呢。说什么呢？少爷，是少夫人的姐姐。她刚才在赌石场的那段视频，她做了剪辑，发到网上，引导网友给少夫人泼脏水。来，直播间的老铁们都来看一看啊，看一看，就是他小神棍啊！你们看，长得也不怎么样嘛，好看吗？好看，还把咱们富二代，你看这个骗得团团转呀！该不会想怎么睡就怎么睡吧？你言语刻薄，喜犯口舌，今日颇有轻伤破财之祸。家人们，看见没？这小神棍还威胁我呢，笑死我了！你们快看，快看！怎么回事？这花瓶怎么碎了？这可是明代的景泰蓝花瓶，价值100万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，那你也得赔偿啊！这东西是你砸碎的，难道你想抵赖不成？我操，这阴验的也太快了！完了，我刚刚弄出大师，大师不会记恨在心里吧？管家，留好证据，该举报举报，该警告警告，该赔偿赔偿，1分钱都不能少。我们走。是。我明家少夫人岂是你们能污蔑？好大的胆子！哼！200，现在立马打到我账上。不是咱说好了10万，现在你又要200万，你怎么还涨价呀？沈薇薇，老子为了帮你给沈之暖泼脏水，白白损失100万，现在倒得罪了明家，老子主播也干不成了，要你200万算是客气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就10万，多了没有。行，不给是吧？信不信老子把这事捅在网上去，让大家看看你的真实面目？你200万是吧？你现在收了以后，立马给我闭嘴。手机。明夜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命令你，立刻跟这个冒牌货离婚，把他给我赶出明家！不可能！你是要气死我吗？母亲大人，您刚刚做了流产手术，我劝您还是不要轻易动气。我可是为了你好，他就是一个冒牌货，整天神神叨叨的也就算了，居然连个高中文凭都不是。像他这样的人，给我当佣人，我觉得丢人，还把这个事情传到网上去。现在整个 A 市的人都知道明家的夫人是个文盲，明家的脸都让太丢尽了。我劝您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情吧。我父亲马上就回来了，我不是每次都有耐心帮你善后处理合欢公寓的男大学生。至于我自己的事情，就不劳烦你费心了。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反了你！我可是你妈！气死我了！那个，我怎么觉得你对我的态度和之前不一样了？为了我还那么忤逆你的母亲，说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？我对你好还有错了？能和睦相处那自然是好的。那个，如果能答应我合作，那就更好了。你就那么笃定能治好我？可是你不是高中都没毕业吗？现在医生的门槛都那么低了。那都他们胡说的，而且我
可那些医生……哎，行了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还有事情要处理，你先休息吧。副部，你再好好派人调查一下关于这件玉佩的事情。少爷，另外半块玉佩明明就在少夫人手里，您怀疑救您的神医不是少夫人？她年纪小，又在乡野长大，没读过多少书，很难有那么高的医术。可白天我亲眼看到是少夫人救的您啊，说不定是她使了什么江湖邪术。行了，继续找找。是。对了，少爷，这个是沈家旁支送来的。升学宴，看来沈家这心思还真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啊。喂，李校长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急事吗？明大少您好，是这样的，您夫人沈之暖是我们省今年的高考状元，已经被我们 A 大玄学系录取了，但我们联系不到她，所以只能打扰您了。好，我会转告她的。看来是我小瞧这丫头了。恭喜啊，沈太太，微微能考上 A 大，简直太优秀了。谢谢啊。哎，这人都到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哎妈，这妹妹跟明大少还没来呢。虽然说知暖平时性情顽劣，但是也不能把她排斥在外呀。你说到现在都没来，是不是不敢来？我看呀，他是不敢来了。微微考上 A 大，他却连高中都没考上，肯定是自惭形秽了。对对对，一个乡下村姑，一没学历，又没素质，来这里不是自找丢脸吗？这么热闹，我们是来迟。来了。不是说林大少爷身患重疾吗？我怎么看一点事都没有？清冷金贵的样子，可谓是气场全开。你看嘛，旁边站的那个就是替嫁的姑娘，说是个乡野村姑，但是你看她周身容貌跟气质，一点都比别人沈微微差。明大少，妹妹，我差点以为你们不会来了。啊，明大少，快点带着妹妹入座吧。妹妹，你学习基础差点不要紧，毕竟360行，行行出状元嘛，中专也挺好的呀，没必要非要上大学嘛，对吧？真是病急了问头医呀！明大少什么时候连这种高中都考不上的村姑一下子去收了？一个文盲，一个病秧子，倒也挺般配的。恭喜沈小姐金榜题名。上一次看你喜欢原石，特意给你挑了一块，希望这一次能有好运气。嗨，明大少客气了，都是误会。哎，快带着妹妹入座吧。妹妹，今天来了我好多同学呢，刚好还可以辅导你一下。坐就不必了，我们呢就是顺道过来道贺。我呢在顶楼的宴会厅给暖暖摆了升学宴，我们就不多打扰了。怎么还有我的事？妹妹，你怎么没通知我呢？不知道是哪所高校呀？就他野鸡大学吧，就这还大张旗鼓的摆升学宴，真笑死我。你们好，我们是记者，听说沈小姐今天在这办升学宴，我们想采访一下她，不知道方便不方便？方便方便，我女儿这么优秀的，连记者都惊动了。请问沈小姐，你以720分问鼎本省省状元，舍弃众多高校橄榄枝，报考 A 大玄学系，是因为感兴趣吗？省状元，微微不是考了500分吗？怎么就是省状元了呢？难道你不是沈之暖同学吗？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沈之暖怎么可能是省状元？
请问您就是沈春暖同学吗？我从来没跟你们说过这些，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是我通知的。我可不想让外人觉得我的妻子是文盲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说沈春暖是乡下来的文盲吗？连高中都没有毕业，还能考上 A 大，被 A 大录取，还是本省的省状元。什么文盲呀？估计是有人眼红嫉妒病犯了。表面上说是什么姐妹情深，实际上背后还说不定是个绿茶呢。不是这样的，是我担心沈之暖从乡下才来不适应，才特殊照顾他的。是他告诉我他高中都没有毕业，是故意让我出这个洋相的。对，没错，这个丫头心思歹毒着呢。她记恨我从小没把她养在身边，她呀被一个老叫花子养着呢，她是故意的，要不然呀，她怎么能报考神学专业？就是，依我看，他的这个成绩就是故弄玄虚出来的。可是他这招只能糊弄乡下人，想骗我们不可能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，记者同志？你说这些只能糊弄乡下人，那你敢来试试？试试就试试，你不是懂玄学，那就给我看看。要是看不准，你就是教人骗子。怎么算不出来了？既然你算别着急啊，让我想想。麻烦给我拿一下笔纸。好的，邵夫人。还要笔纸？沈之暖，你画符之前能不能先查查资料？人家画符都要沐浴更衣、黄纸朱砂，你拿个白纸，你糊弄谁呢？我要是你就赶紧承认了吧，别到时候什么都证明不出来，连明大少的脸都一起丢了。我画符不需要那些，你们谁来试试啊？我来试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记者可都看着呢，我会让你身败名裂。是我帮着薇薇污蔑沈之暖的，什么乡下村姑、江湖骗子，这都是薇薇跟我说的。还有沈之暖根本就没有说过，他没有上过高中，是薇薇故意编出来抹黑他的。你说什么呢？其实沈薇薇复读了2年也没有考上 A 大，她是靠着艺术勉强才上的 A 大的。她就是嫉妒之暖是个乡下村姑。想不到你还会催眠呢。你不是说这些只能糊弄乡下人吗？原来你也是乡下人呀！哎，怎么走了？那个，我不舒服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呀！当然了，他们的脸呀可丢尽了。傻，你是不是会算命啊？你快救救我吧！前天我家水晶灯莫名其妙就掉下来了，差点就砸到我。你人生顺遂，应该一生平安。昨天的意外应该只是合物，但我现在看你面上的死去并未散去，恐怕马上又会有灾祸降临。啊！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还有断人生死的本领啊！哎，小叔叔，人命关天，你就让小婶婶帮帮我。我都听说了，小婶婶算卦很厉害的。行吧，赶紧去看看吧。走吧。小婶婶，你随便看，要是有什么不妥的话，我马上让人改啊。嘉许，那台灯砸下来没有伤到你吧？要不还是叫个医生来看看。哎，过爷，不用了。小婶婶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我最近有生死劫，都一念3回了。我这次就是叫他来替咱们家看看风水的啊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学人家当神棍，不就是看我们家钱多好骗吗？你呀，他就是拿准了你大难不死的心理，想要捞一笔。小儿子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姨他平时不是这样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啊。心虚，自然就色厉内荏。你说什么？3番4次的伤害人心灵，还不收手吗？小丫头片子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话？空口白牙，你就想污人清白？嘉许，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，可是这么多年我怎么对你，
你是最清楚的。你总不能因为这个小姑娘凭空的污蔑就怀疑我吧？小婶婶，会不会搞错了？那吊灯总不会无缘无故自己掉下来。你一个成年人，不会自己找证据吗？好了，找个梯子，把上面的半截绳子取下来。你们这么胡闹，我找你爸回来评理。好啊，平日里对我那么好，暗地里居然想要我命啊！这个毒妇，我要让他现出原形！哎，不要打草惊蛇嘛，看他还有什么后手。林家旭已经怀疑到我了，收了我的钱，他就得死。我的手段除了整齐，没人能发现。该不会是你自己露出了马脚了吧？不是我，是明野娶回来的野丫头，林家旭把她带回来。哼，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我倒是要试一试，她有没有真本事。听我的，你现在把家旭的生辰八字和头发一起泡在我给你的那个瓦罐里。好，现在就去弄。林家旭，你去死！只有你死了，才能有自己的孩子。很明显，这绳子一看就是人为割的。气死我了！这就去找那个毒妇算账！别动！去点3炷香。3炷香？嗯。小婶婶，救命啊！好了，小叔叔，你看没看到刚才那张符纸烧起来了？他是不是又要害我？而且，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股阴风啊？我没感觉到。也对，你是飞龙命格纯阳之体，那种邪祟是不敢近你的。小婶婶，刚刚那道黑气是什么？是不是就是他害我？是吧？没事了。现在你还觉得我是神棍、江湖骗子吗？知道了，不是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想到灭杀阵，我倒要看一看，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！你给我出来！刚这种打砸手段害小爷，还不敢出来承认？快给我出来！李家旭，你这叫胡闹什么呢？爸，你知不知道，这个女人刚才差点把我给害死！永成，你快管管他！你少装蒜！你刚才不是还做法害我吗？够了！灭，沈家的婚事是怎么回事？你心里清楚，千万不要被居心叵测人给蒙蔽了。今天这事与你无关，装什么鬼到我明家头上？你胆子不小啊！你不要以为有明野护着你，我就不敢动你。我明家不欢迎这样的人。走吧。哎，爸，明明是这个女人恶人先告状，小女儿今天过来真的是来救我的。永成，
我嫁给你这么多年，为了家训，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要，可他现在要听信一个小姑娘的谗言，让我害他。这么多年连自己的孩子都没要，确实有理由怨恨家训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我看谁敢！米，你难道要为这个冒牌货和我作对吗？我也奉劝你一句，别被人当了枪使，还蒙在鼓里。林先生原本是个死人。小婶婶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。林先生30岁时原本有个死结，按道理来说你不应该活到现在，可后来你的命宫与夫妻宫突变，想必能活到现在，与你原来的妻子。没错，30岁生日那天，我正好出差。家旭的妈妈来为我庆生，我当时忙，没时间陪她，就让司机把她送到餐厅等。没想到，我的竞争对手在车上做了手脚，司机当场死亡，还没有救过来。如果他当时不来找我，坐上那辆车的人就受。他是替我死的，我对不起他，所以在娶后，我们商量好再不要孩子。听听文生这些年对嘉许也算尽心尽力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尽心尽力。你以为这是对嘉许最好的安排，但你没想过，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她嫁进名家，甘心白忙了一场吗？偌大的家产，她一分都拿不到，她甘心吗？永成，你别听他们的，他们这都是污蔑。你买通割断吊灯的佣人已经认了，你还是去跟警察解释。我天呀，我对你不薄啊！不要孩子是咱们商量好的，没想到一桩桩这么多年，竟然背地里害我的儿子。费尽心思嫁入豪门里，可不是为了当一个便宜的后妈。我嫁给你不为钱，为什么？是为你年纪大，还是为你不成家？来人，把他给我带下去！我咋先走？先生，这是从太太房间里面找出来的，看着挺奇怪的，您看怎么处理？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还贴着符纸？该不会是那个毒妇就用这个来对付我的吧？慢着，我看看。什么东西这么吵？这是阴煞阵，你之前被煞气袭击，应该是有人把你的八字和头发放在了里面，下咒了。这里面有一丝气息，似乎和你经脉被破坏的那些东西有些同源。我觉得你应该找人查查，到底是谁使用的阴煞阵。好，我会派人去调查。嗯，那这个东西不会再害嘉旭吧？不会，阴煞阵已经被毁了，这瓦罐正常处理便可。那就好。还不赶快拿出去扔了！干什么？你不想赖账吧？要现金，不赊账。哈哈哈哈，没问题。以小婶这样的本事，给200万都算是我的新兴价，我马上就去给你取啊！我只是想要200块的，200万，那得多少钱啊？200万买你的命不算贵。对，根本就不贵啊！他也太黑心了吧，自家侄子也宰。好了，小婶婶，跟我一块去取钱吧。好，走。
看来之前我是对这小丫头有偏见，现在看来还真有本事。你对她倒是不一般，不管人家什么身份，既然真上心了，就要好好珍惜。真上心了吗？我有钱了。是啊，200万可真多呢。你帮我捐掉100万，剩下100万呢，就帮我换成上等律师吧。你一点都不留啊？我替家雪化灾沾了因果，得多做好事才行。而且我打算给你再刻一个温养经脉的阵法，得需要好多玉石呢。居然是为了我！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沈之暖，明天你回来一趟，妈找你。不回。行啊，不回，那你就等着大伯母亲自去找你吧。好，你们等着吧。少爷，您身体不好，不敢熬夜。玉佩查的怎么样了？确实有消息了。珠宝店那边回应，这块玉佩20年前在拍卖会上被风水世家程家的当家人程七先生重金拍得，现在应该在程先生手中。陈奇是那个给我算过命，说我跟沈家千金是什么天作之合的江湖骗子。少爷，程先生是玄学大师，人称铁口神断，这话莫要让外人听到。既然玉佩跟他有关，但从他身上应该能找到申遗的下落。可程先生行踪不定，短时间可能很难找到他。那就多派点人去找啊。是。这个好吃吗？好吃啊，我孙女儿最喜欢吃这个。也喜欢这样的。来，给你一个。谢谢老爷爷。我孙女儿啊，年龄差不多和你一样大，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。我这把年龄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等到她回来。放心吧，爷爷，你一定会福寿满堂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很高兴认识你啊，小姑娘，我也该回去了。董事长，你没事吧，董事长？老爷爷，玄总，你别捣乱，欺负一个小姑娘，要脸不要脸？老爷，没事吧，老爷？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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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什么？想要这种危险你就别捣乱。老爷，你醒了？你好点没有，老爷？你慢点。这位先生脑子里长了东西，而且位置很凶险，他应该卧床静养。你们怎么还让他这种人多的地方呢？这个不怪他，是我自己要出来走走的。哎呀，小姑娘，你这一手金针刺血是好厉害呀！都怪我的人有眼无珠，冒犯你了，请你不要见怪啊。没事，老爷爷，那我先走了。我这种情况都不知道能不能等到最后再见宝叔一面。老爷，你保重身体，一定会的。
哎呀，真是翅膀硬了，长本事了。看来我们以后是高攀不上了。你是在嫉妒吗？但是嫁进明家是听了你的意思呀，怎么你还算我的呢？你好的，是我要见你。大嫂、泽清，你们来了，来，快请坐。你就是沈之暖堂妹吧？啊，我是你堂哥沈泽清，之前你不在 A 市，临界时也不曾见过。泽清哥哥好。之暖是吧？我要见你的原因，想必啊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既然你代替我们家宝叔嫁到了明家，那我们呀，自然也不会亏待于你。这个是我们对你的一点补偿。只要你在明家能够安分守己，等明爷死了，我定会自己做主，给你另寻一门婚事。不过你要是有本事能怀上明野的孩子，那我们全家定会全力支持你。怀上。不过呢，我也有话在先，既然你选择了这门婚事，那就要承担起明家沈家交情的责任。你身上的那一副乡野作风，最好呀也给我收敛着点儿。你放心，宝叔是我唯一的妹妹，你替她出嫁，以后我也会把你当亲妹妹看待的。那就谢谢哥哥了。泽清，宝叔才是我们沈家唯一的大小姐，你呢也只有她一个妹妹，你区一个乡野小丫头，妄想代替我们宝叔家的位置。妈，怎么我说的不对吗？大嫂当然没说错，她一个乡下野丫头，怎么能代替宝叔的位置？别以为嫁到了明家就高人一等。我想你们怕不是搞错了吧？首先我没有想过回来，然后也没想过嫁人，是你们一个个求着我回来的。我答应替嫁，也是为了还我父母生养的因果，所以也搞得好像我欠你们的。还有啊，我对你们家没有兴趣。哎，气死我！好了好了好了，知道妹妹，等等。怎么了？抱歉啊，刚才我母亲的话有些难听了，你别放在心里。哦，这个是我名片，以后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奇怪，我为什么看不出堂哥的名格？哎呀，微微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泽清对这个野丫头倒是挺好的，这才见了几面，就处处维护着她。妈，沈之暖不会真的搭上堂哥这层关系吧？他心机那么重，上次都已经毁了我的升学宴了。要是再真的搭上堂哥这层关系，那他的地位不就超过了沈宝叔？那我们在沈家不就没有地位了吗？他休想，我绝不可能让他代替沈宝叔的位置，他也休想坐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。哎妈，我有办法对付他，你就等着看吧。爷爷，爷爷，少在这儿套近乎了，我们明家可不承认你这样的行为。前些日子啊，我虽说不在，但家里的情况，我并非没有耳闻。爷爷，那我说几句。这件事儿是沈家回归自信，原本说呀，嫁过来的是沈宝叔，现在找了这么个替代品过来，虽然已经进行过婚礼了，但是又没登记，算不上正经夫妻，所以这婚事儿啊，算了吧。
婚事已经昭告天下，岂有出尔反尔的道理啊？再说了，这是我们家的家事，就不劳烦堂兄费心了。这门亲事是爷爷拿南大洲一半的生意资源来换，这就算不上大房的家事了。好了，小丫头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既然此事涉及到您沈有两家，我现在说什么也不说。你倒还挺有自知之明的嘛。明爷，你呢？你是怎么想的？既然婚事由爷爷定，哪怕我让你把这小丫头送走，重新给你取申宝书，爷爷。行了，你的心思我明白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爷爷，这边请。是你啊，爷爷。老老请坐。还真没想到，我们竟然还这么有缘分。按辈分，你得叫我一声堂爷爷呀。好一个心机深沉的丫头，讨好我儿子不说，什么时候连老爷子也巴结上？老明啊，这件事啊，是我沈家做的不厚道。之前的聘礼啊，我们会如数退还。还聘礼？聘礼的事儿啊，先不急。我们明家也不在意那点东西，何况你也知道，我为了明爷求取宝术，是因为他们两个呀命格相合。可你们擅自换新娘，要是因为此事害了明爷的性命，可不是一个州的生意资源能弥补的呀。你真的有一个命定人员天作主吗？别瞎想。那丫头，虽然说我不是你的亲爷爷，但是看在你之前救命的份上，不管你在明家是走还是想留，爷爷都为你做主啊。走？那可不行，我还想抱沈大腿送他祭礼呢。沈爷爷，虽然我不太喜欢包办婚姻，但是我跟咱乐已经举行了婚礼，朝令夕改会让两家形象有损，不如暂时让暖暖住在明家，等风头淡了，咱再给安排。这个也好操作。好啊，我也想留在你身边。我果然猜得不错，小丫头真的对我情根深重，舍不得离开了。行了，既然丫头和沈老都没有什么意见，就暂时这样吧。其他的等找回了宝珠丫头再说吧。是的，妹妹，我听说你会一些玄门手段，不知是否能寻人？你是想让我帮忙找沈宝书吗？说来惭愧，我这个妹妹是我们家唯一的女孩，从小就被家里惯坏了。她先逃婚不说，直到现在都没有给家里来个信，我们实在是担心呀。那丫头，你不光会看病，还会玄学手段？爸，你怎么老糊涂了呀？一个黄毛丫头的话你也信？把沈宝书的生辰八字给我吧。竟然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倒是巧了。空卦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样？有结果了吗？我算不出来。
我就说他是个骗子吧，骗不下去了吧？我师父说过，如果出现空卦，要么就是对方和起卦之人的命运紧紧缠绕，要么就是背后有更厉害的高人更改了踪迹，所以让人无法查到准确的信息。真是奇怪，魏冬梅是我亲生母亲，我都能算出她的命格，怎么沈宝书和沈泽清我都算不出来？难道他们家人有什么特殊之处？好了，那丫头年龄还小，跟一个孩子计较什么呢？小青，把那份文件给那丫头。这是那丫头，这是我沈氏5%的股份，我对你这个小丫头啊一见如故，你又救过我的命，这次呢又让你替宝叔嫁到明家，是我们对你和明家的亏欠。等你和明爷注册结婚时，沈爷爷就是你的后盾。爸，你疯了！她一个外人，还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乡野小丫头，你怎么能把宝叔的股份转让给她呢？我不同意，我坚决不同意！现在沈家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？沈氏的股份轮不到外人插手。妈，你冷静点，爷爷有他自己的考量。爸，沈之暖就是个贪婪愚昧的野丫头，她的亲生父母都不待见她，我们把沈氏的股份交给她，岂不让外人耻胜吗？子清，你妈累了，送你妈回去好好休息。不，我不走。能不能让我说一句？你想说什么？是不是想赶紧在让渡上签个字儿，好攀附上明家？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宝叔的话，你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占这么大便宜？沈爷爷，谢谢您的好意，可是这份转让书我不需要。怎么可能？这可是几十上百亿的资产，你怎么可能不心动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就是想玩欲擒故纵，对不对？你有完没完？不想让我接受这份转让书是你的意思，我现在如你所愿了，你又说我欲擒故纵，怎么我怎么做都是错是吗？再说了，你一口一个村姑的叫我，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吧？我的师傅是程琦，所以说句难听的，你这5%的股份我还真的不需要。蓬莱山风水世家，程家的当家人程琦，又称铁口神断，5%的股份，暖丫头确实瞧不上。爷爷，沈爷爷，我去看看他。快去，别让他出事儿啊！好。怎么可能啊？他的师傅怎么可能是程先生呢？他不是被那个乞丐养大的吗？够了！你还有没有半点沈家主母的样子？你跟一个小孩子计较，你也不想一想，闹到今天为止，还不是你家宝叔逃婚所引起的？师傅，不是说去古玩街吗？这怎么越走越远，都到荒郊了吧？好啊，我这是超近道，小姑娘很快就到了。夫人，是你说的，我们家有邪术的痕迹，你来帮我们揭穿那个乡下野丫头的江湖骗术？对。您看，夫人回来了吗？你自己好好看看吧。
你整天护着的那个乡下野丫头，现在真面目被人揭穿了，还整天装神弄鬼的来糊弄我。现在遇到了高人，他还不是？管家，马上出发，城郊外的废弃仓库。遇到同行了。丫头，看什么看？昨天不是说了吗？别让你来随堂，怎么还来？就应该跟你们老爷死在那山上。记住，今天最后一次，明天再让我看见你，我把你皮给你剥了，你听见没？真的，老师知道不是你的错，但他爸爸是咱们学校的副校长，所以你还是暂时别来学校了吧。你成绩那么好，不上课也一样的。你这个丢人现眼的赔钱货啊！你和薇薇比起来，一个是天上，一个是地下。你敢让薇薇不开心，你怎么不去死呢？沈之暖，你是不是曾经招摇撞骗，利用手段坑害他人？你是因为嫉妒你姐姐比你优秀，比你得父母宠爱，才故意抹黑她的名誉，是不是？是你个头啊！原来有人在看啊！说我招摇撞骗，躲在背后不敢见人的小老鼠就高明啦。另外提醒大家，出门要提高警惕，千万不能上这种随便停在路边的出租车，毕竟不是谁都像我一样厉害。没事吧？你先别哭啊！你哪儿受伤了？我没受伤。受伤的是我，你哭什么呀？少夫人，少爷担心来晚了，怕你有危险，所以路上开得急，路上差点和大货车相撞，幸好让开了。你疼不疼啊？没事儿。一点小伤而已，不碍事。都怪我，我不应该不给你打电话让你担心的。只是我没有给人打电话报平安的习惯，也从来没有人这么担心我。我真是个扫把星，才几天就让你出车祸。你别胡说，你快别哭了，你就这么让我站着看着你哭啊？你快把药涂上。我看不见，你帮我涂。少夫人，你的药可真好呀！少爷额头上伤，看着就要结痂了。那是当然，这可是我独家秘制的药方，可厉害了。这么说，你这医术确实厉害啊！你还救过沈老爷子？我以前在我们村没钱的时候，就出去摆地摊。我既可以算命，还可以治病，在我们村里我最厉害了。那你这些本事跟谁学的？我师傅啊。陈奇。我所有的本领都是我师傅教的。难道那日救我的人真的是他？好了，先回家再说。说吧，是谁派你来的？哎呀，你说的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可不是你一个人会画符，你要试试我的手段吗？哎，妹子啊，哎不，小祖宗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就饶过我这一回吧。他呢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他那天戴着口罩，从背影上看，应该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。其实我也没有想加害你，就是他给的这个太多了，说是只是捉弄你一下，所以我就……那几张噩梦符是你画的？不，那是我姥爷留下的。
您不是要去找那个女人吗？你放我一马，我带你去找她啊。南丹大小姐，就这儿了，我留了个心眼儿。上次和她见面的时候，我悄悄用一张跟踪符给你，我就不去了啊，你自己找她去啊。请留步，这里是会员制，闲杂人等禁止入内。明家大少明也是你们的会员，我是他老婆。喂，经理，刚才有个奇怪的小姑娘，说是明大少的老婆。刚刚喝酒。来，哥。明少，刚刚门口保安通知说是明大少爷的老婆来了，这事您知道？什么？我小点声了。喝酒嘛。喝什么喝？小点声来这儿干什么？他在哪儿？赶紧带我过去。哎，这边。喂，肖叔叔，小婶婶来这儿干什么？该不会是来捉奸的吧？看着点儿，我马上到。好。小婶婶来这儿干什么？不会是来炒嘚瑟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今天明家那个明星好像出车祸了，全球限量25台的越野大货车擦上，都上新闻了，真是倒霉。可不是嘛，本来就没几天命，还这么多灾多难呢。这老天啊都在帮我，可惜没撞上他沈之暖，撞上了明家那个病秧子，咋没撞死？不过也算是解了我一口气。我看谁啊以后还会护着那个野丫头。倒是可怜你的妹妹了，才嫁过去没几天就要守活寡。你说这要是没死再落个残疾，她是不是以后都要对着那病秧子了？薇薇，要我说，你那个妹妹谁让她来的土包子呀？不错，这两人也是天生一对，都没样。陈薇，跟我出去。沈之暖，你那儿发什么疯呢？你确定想在这儿谈？哎，你别以为有明野给你撑腰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在这儿我不可能让你轻易。有胆子雇人绑架我，没胆子承认吗？绑架？绑架你？我吗？你有证据吗？你没有证据，我告诉你就是诽谤。不是你自己在外面得罪人吗？啊，怪到微微头上。哎，之暖，没有明家给你撑腰，你在我这儿屁都不是，你拿什么跟我俩相提并论？说谎的人是要被雷劈的，你要再不承认，下一道雷符可就不是劈在酒瓶上了。薇薇，是你做的，赶紧承个认，给这人道个歉。之暖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上次跟你开玩笑呢，况且你也没受伤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所以你是承认了？我承认了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在座的都是我的朋友，外面的人怎么会知道？所以是你雇人绑架我的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我绑架的你。我让那个人无论用什么方法，都要让你说出你就是一个江湖骗子，这样的话可以让你身败名裂。我又没得罪你，你为什么总针对我？因为你就是一个衬托我优秀的背景板。我很嫉妒你，你那个帅气又多金的老公就是比我未婚夫强，但是他出车祸快死了。呸呸呸，我老公好着呢。干嘛干嘛？我小冉在里边玩呢。去！哎，这可是什么可是？我的话你也不听了？那天好歹是你姐姐，她再做什么你也不能以下犯上呀。明野，你怎么来了？林宇川，
既然你这么有情有义，那你未婚妻犯错，就由你来受了。你们李家霸占珠宝龙头的位置太久了，是时候该换人。哎，小婶婶，你没事吧？知道错了吗？哎，知道了。他算计我就算了，还害得你受伤，我当然不能轻易放他。算了，小丫头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只要没被人欺负，就随她高兴吧。行了，回家吧。拜拜，小婶婶。嘿嘿。哎，嘉雪，那真是没拿点新娶老婆，不知道这个村姑嘛，看着还挺漂亮。我说你放尊重点，那个是我小婶婶，你要是再敢对她不敬，看到了吗？比试就是前车之鉴。哦，知道。那个李少，微微，我突然想起了我家里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对，我也有事，我们改日再聚。时间不早了，我最近身体不太好，也不能熬夜，我也不送陪了。什么玩意儿？都给老子滚！少爷，不好了，几个原石供应商都打电话来要取消给我们供应原石。啊！没有原石，我怎么做珠宝生意？赶紧给我解决！没办法，他们说少爷您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所以是不可能再与我们李氏珠宝合作了。玉川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要不是因为你个贱人，我能得罪明野，得罪沈之暖，现在我们家完了，全家都完了。沈之暖，你这大早上是给我在熊猫表演吗？看，这是我熬夜给你带的平安符，你快戴上吧。沈之暖，以后不许趴在我身上。小气，我都给你叼平安符了。好了，以后不许熬夜了。平安符我很喜欢。真的，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。那你可把它戴好了。你一夜没睡吧？赶紧补觉。好，我这就睡。小婶婶，快帮我！你这慌慌张张干什么呢？怎么了？小婶婶，我想让你帮忙寻个人。这不是马上就要开学了，我表妹莫小星出去旅游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然后这2天，我小姨一直做梦，梦到她被虐打，浑身是血的向她求救，然后我们也联系不上她，小姨急得都快病倒了。所以，母女联系，你小姨的病情没有关系，但你表妹的情况可能不太乐观。什么？我表妹真出意外了？小婶婶，你能帮忙算算吗？哎，对了，这是我表妹莫小星的照片，还有她的生辰八字，你快帮忙看看。不是，你这起卦不需要什么清场或者沐浴焚香吗？西南方向800里有一个废弃的烂尾楼，具体方位的话得近了才能知道。你表妹是被人所在，属实是无妄之灾啊！我们得赶紧过去，把她情况不太乐观。小婶婶，那这怎么办？你一定得救救她呀！我们现在就出发。那我们需要准备些什么吗？要不我再多叫点人啊？啊，不用，人多的不好，最多就3个人。3个人？
那你这第3个人得好好找找，反正我不管。找到了。肖厂长，你确定我表妹怎么可能会在这种地方？你没看见里面一群人守着？我去，我表妹这是被绑架了吗？怎么这么多人？肖厂长，我们怎么救她呀？有我在，别担心救不了人。这个呢，是我亲手画的隐身符，贴上它，保准所有人都看不见我。肖厂长，你确定就这么一张小小的符纸，就能让他们看不见我们？你不信啊？那个不行，你给我拿个药去。而且我相信肖先生，说能隐身就能隐身啊。那救人要紧。说是隐身呢，其实不如说它是遮掩法，让其他人察觉不到我们罢了。上去。老大，我们到底要看着这2个女人多久啊？这一天天的好无聊啊！对啊，老大，我都想喝酒找女人了。行了，给我闭嘴！你们以为老子愿意待在这？这不是上面下了命令，我们只能在这守着。妈，烦死了！你们几个，给老子出去兜兜风！谁？表妹，是我。乖，先不哭了，咱们先回家啊，外面人太多了，好吧？哥，把沈宝书也一起带走吧。沈宝书？他真的是沈宝书啊？他不是逃婚了吗？怎么会被关在这？我也不清楚，先把他带回去再说。嗯，走吧。预备，我们，不然呢？他伤得很重，快把他送去医院吧。行，我们也是我们。怎么办，肖厂长？别怕，他看不见我们。走。老大，好像有什么动静，好像有人说话。你他妈看人看傻了吧？哪有人？怎么回事？人呢？不好，人跑了！赶紧去找，一定要把这个臭女人给我找回来！快去！快走！啊！你是谁？快放我下来！我可是明家雪，正背着你逃命呢，能不能安分点？我们快跑吧，我的符要失效了，他们要追上来了。宝叔，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，要不是你腿受伤了，我才懒得管你呢。好吧，可算让我们追上，竟敢逃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你没事，我们快走，我拦住他们。你们手表有定位功能，只要能见上明天早上，肯定会有救援队来找你们的。走，往哪走？人呢？人呢？我追！我们在这休息一下。你刚刚用的什么符咒啊？怎么我们一瞬间就到这儿了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你傻呀？刚刚干嘛替我挡那一刀？万一我能躲开呢？没事儿，这点伤死不了。这里有什么？这儿有蛇很正常啊，况且这儿是亚热带，毒虫蛇蚁多也很正常。
怎么？你害怕了？你要是害怕的话，那个世袭从权，我也是为了咱们俩的安全着想嘛。明天一早就会有人来接我们了，对吗？我已经吩咐过手下了，只要咱们到了地方，他们明早就会根据定位找到我们。那个沈宝叔现在也找到了，见过啊，雪姬明明在这没着的。雪姬是在这里不见的，难道真的飞了？这林子里边像毒虫猛兽多的是，他们跑不了。走，里面守着林子就是了。怎么办？别怕，刚才你怎么了？爸，今夜就中元节了，阳气盛极而衰，不出意外的话，1个月后的今天，我们的计划就要大功而成了。你重回公司掌权，你还被集团赶出了去，这就是你做成的事儿。爸，祠堂里的阵法没有变化，明野他不会。你认为让人绑走了沈宝书就万事大吉了吗？沈家又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个乡下丫头，本事了得呀！这么多天了，你不要告诉我你还不知道。爸，那个丫头哪有什么本事，你别被她唬了。没有本事，她能破了我给明家婿设的阴山阵。我告诉你，你把这个丫头给我盯准了，别让她坏了你们的好事。必要的时候，爸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盯住他。你怎么了？我们去那边谈会儿。走。沈之暖，沈之暖，醒醒！醒了。天亮了。昨天晚上多亏了你，要不没事，你的伤还是要赶紧治疗为好，不是让我给你治吧？哎，对了，这是你的。我的玉佩怎么会在你这儿？难道我那日救的人是你？难怪我觉得你们的症状这么相似。这玉牌真是你的？当然了，你看，
这是我的师傅重金给我拍下的命牌，我都戴了20多年了。而且我师傅说，只有当2块命牌配在一起的时候，才能破我的伤财命。明野就是我的命中之人，难怪我的玉佩在他身上就找不到。你在嘀咕什么呢？没事，总之呢，这个玉佩你要收好了，不许弄丢了，好好带着，知道吗？哎，对了，你是不是封我记忆啊？拿我玉佩做什么？这玉佩是你的？原来我要找的人是你啊！我要找人真的……你想起来了？这也不能怪我呀，谁让你把我放火？哎，救我们的人来了！真的，那怎么办？病人右小腿反向骨折，急性感染导致脏器衰竭和高烧，医生在里面抢救，请家属过来抢资吧。怎么可能呢？我家宝叔会没事的吧？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，一定要救救他！对呀，他只是血瘀气虚，不应该危及性命啊！小丫头瞎说什么？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？陈真的，你给我闭嘴啊！你是不是想着我家宝叔死，你好代替他？我告诉你，没完！你要是再耽误医生治疗的话，我跟你没完！你给我滚！走。是我考虑不周，早知道会这样，我应该一到那就喊人来救我们的，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。没事儿，没有人能算我一策的。再说，你已经救了2条命了。小婶婶，你没事吧？小叔叔他怎么样？你表妹怎么样了？他没事，就是受了些惊吓，身体有些擦伤，我已经安排病房住下了。昨天多亏了小婶婶你，要不然我表妹还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头。倒是那个沈宝叔，逃个婚竟然被人绑了，还被人打的就成了一口气，现在已经送进 ICU 了，估计熬不到明天了。这么严重？你去看看吧，医院和沈家我来应付。嗯。还好，还有救。王老，拜托你一定要救救我妹妹，我和我家里人已经不能再经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了。尤其是我爷爷，他还病重着，若是知道宝叔病危，他会受不了打击的。沈先生，你的心情我感同身受，但是令妹的情况我实在是无能为力，除非出现奇迹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君南妹妹，我知道你的玄学很厉害，可是治病不是儿戏。宝叔的情况已经十分糟糕了，你就不要再折腾他，行吗？你是哪里冒出来的小丫头，竟敢擅自到病房里给病人乱扎针？你在干什么？出去！醒了，醒了，他醒了！哎，小丫头，请留步。小丫头，你刚才那几针是怎么扎的？我以经针封其脉络，为其注入了1缕生机，只要他现在能醒过来，应该就没有生命危险。我救沈宝叔只是出于对他的同情，并非有所图。如果有破坏到医院的规矩，还请见谅。君南妹妹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太心急了，我……没关系，我能理解。你快去看沈宝叔吧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哎，他就这么走了，我还有事想问他。哎，算了。宝叔，宝叔，我的宝叔，子清，
我的宝叔怎么样了？他一定会没事吧？沈夫人，你放心吧，宝叔他已经脱离危险了，现在只要在病床里边休养就行了。王老，真的是太感谢您了，我就知道只要您一出手啊，我们家宝叔肯定会没事的。沈夫人，我可担不起你的心了，救宝叔的是另有其人。不是您，那还能有谁？啊，是知暖妹妹。怎么会是他呢？刚才有一个小神医，仅凭着一根金针，就把沈小姐从鬼门关上拉回来了，可见他的针灸术了得呀。哦，对了，你家老爷子的病，也许可以让小神医去看看，或许还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呀。王老，沈之暖那个乡野小丫头能有什么针灸之术呀？在中医造诣这块，她怎么能跟您相提并论呢？我老爷子的病呀，还得仰仗您呢。怎么样了？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没想到你不仅精通命理玄学，还精通医术，真是了不起。那当然，所以你的病我一定会治好的。你怎么了？那个沈宝叔回来了，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？他们都说你们是命定姻缘，天作之合。你说这话，莫非是想我换了你，娶她？我不想，你不可以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娶别人的，我永远是你的老公。老公，那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？好，永远在一起。那个，其实我这次回来，就是因为师傅跟我说我的命定姻缘到了。我原本是没想替嫁的，后来我算到嫁给你是我的命数，而且我怎么了？你就是我的命定姻缘，真的，我没骗你。好，我信。真的？当然了，你能嫁给我，就是最好的证据，不是吗？嗯，所以你要相信我，一定能治好你的。哎，小丫头，您找我有事？没错。老头子我手里有一个病人，病情比较棘手，小丫头的金针了得，所以老头子我就厚着脸皮想来请小丫头帮我看看那个病人的情况。啊，好啊。好，谢谢你了，小丫头。傻老，忘了，丫头，沈爷爷啊，你们认识啊？哎呀，真是太巧了。前段时间不是和你说过吗？有一天我突然晕倒，是暖丫头给我扎了2针。还有这么一出啊！你脑子肿瘤的位置太偏了，用西医开刀做手术风险太大，中医保守治疗吧效果又不明显。小丫头针灸的造诣比我深，所以我就冒昧的把她请来给你看看。生病的成因是阳气不足，病风邪入体。用药的话，应采用扶阳气、化湿气、软坚散结的药物，但是沈爷爷脑中的肿瘤已经压迫到神经了，仅靠药物治疗是不够的，必须辅以针灸。没错，中医治疗肿瘤效果太慢，沈老又不愿意做手术，所以他头痛昏厥的症状越来越频繁。我这把年纪了，上了手术台，能不能下来还是难说。哎，老丫头，上次你给我扎了2针之后，我这隔三差五的头晕好像好多了，到现在都没有再犯过。小丫头，你能治好沈老的病？这个我也不能十分确定，但我可以试试。
是吧？你是怎么想的？那丫头，你就大胆的治疗，我这种情况，多活一天都是赚的。师爷爷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暖丫头是过来帮我看病的。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一进来就摆个脸色。王老，我敬你是中医泰斗，这个丫头就是个满嘴谎话、喜欢攀龙附凤的神棍。你以沾真人来见我吧，我不得不怀疑你的用心。沈夫人，你不会是忘了吧？就是眼前这个小丫头，把你女儿沈宝树从绑匪的手里救了出来，也是她把病危的沈宝树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，他2次救了你，现在如此的污蔑他，你的良心呢？你的道德呢？什么？宝树找到了，还病危，是暖丫头救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清楚啊！是，宝树找回来了。爸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怕刺激到你。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稳定，现在好多了，在病房养着呢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告诉你的，让你呀好好治病。沈宝树能转危为安，全靠对沈小友。沈夫人却是口不择言，是非不分。当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沈夫人，别以为谁都想攀附你们家，身价上面的不富我都看不上，这类人东西不放过去。沈之暖，你不就仗着有名家护着呢吗？才敢在这跟我呛声？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，人家也只拿你当一个通房丫头、解闷的玩意儿。沈夫人可真是好教养，竟然说我明野的妻子是我的通房丫头，看来明沈两家是没必要的。明野，你居然为了他要断绝我们两家关系？当着我的面，还是半点都不尊重我夫人。早知道沈夫人是如此脾气，昨夜我就该让那群人把林爱抓回去。毕竟救个畜生，都比救他强。畜生还知道感恩。有住口！爸，他说咱们家宝叔就是个畜生。我看呐，有你这个母亲也差不多。那丫头救了宝叔的命，你有道过一句谢了？你张口就是污蔑，看不起。你没有嫁入沈家之前，你又是什么呢？你在这里还瞧不起人呢？哎呀，我真是，你也，那丫头，是我管教儿媳无方，冒犯你们了，快给暖丫头道歉。爸，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公爹的，赶快给明爷暖丫头道歉。爸，你为什么现在对这个野丫头这么好？你把对宝叔的宠爱全转移到她身上了。现在宝叔都回来了，要让他知道了，他得多伤心多难过呀！你在说什么呢？暖丫头就是暖丫头，你是不是想宝叔得魔障了？啊？你现在赶快道歉。对不起，算了算了，你的道歉我可受不起，只配心里惹麻了。你别太过分了你！沈夫人，难道你还想死？沈爷爷，暖暖昨夜一直忙着救人，忙着治病，一夜没休息。我先带他回去，改日你再找他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快点带他回去休息休息。走吧。你还杵在这儿干嘛？你不是说宝叔在病房里躺着吗？赶快带我去看看呀！走。你背后的伤，真的不用在医院多住2天吗？一点小伤而已，没事儿，倒是你
忙了一天了，不累吗？你不说我还不觉得，你一说是感觉有点困了。到家还有一段时间，要不眯一会儿？好，那我睡会儿。少爷，先生回来了，这会儿在客厅，想请您过去一趟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妹妹，你今天什么安排？我上午没事，下午要去陪沈爷爷针灸。那一会儿吃完早餐，跟我一起见一下我父亲。好。来了来了，明野的父亲果然对我也不满意，他该不会直接给我甩一张500万的支票，让我滚出明家吧？可是我还不能走哎。这是知暖，我的新任妻子。看来你这是来通知我了。你要是这么想，也没什么问题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愿意胡闹我不管，但是你不能偷的明示。爸，明示股价暴跌了吧？没暴跌，你想到什么戏啊？你还知道你的行为会牵动公司股价？我告诉你，沈宝书已经回来了，你愿意养了这个丫头无所谓，但是到时候无法收场，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。暖暖是我的妻子，我愿意君沈宝书，他回不回来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您找我，就是为了说这个，那我们还有事儿。他是你父亲哎，你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？在这个家，除了我爷爷，没有在乎的人了。现在还跟你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？明明刚认识的时候你还是很利落的。都小心着点啊！这些衣服很贵重着呢，弄坏了你们赔不起。那宝叔还在医院，腿也没有好，这买这么多衣服干什么？爸，宝叔的衣服呀，每个月都是最新款的，他倒是出院了，没衣服穿怎么办呢？行了行了，动作快点，等一会儿马丫头要来，这乱糟糟的，这都怠慢了人家。哎，知暖小姐来了，快请进，老爷正在等着你呢。乡下来的野丫头，就是没教养，不知道给人让路呀！您这样的待客之道，又能看出教养何在呢？夫人，老爷还在房间等着呢。老爷，知暖小姐来了。沈爷爷，丫头来了，你给我扎这几天针，我这头晕的病好像不犯了。我要不是仪器检查那么清楚，我还怀疑其实我没有病呢。哪有那么神？这针灸起码2、3个月才见效呢。那就辛苦暖丫头了。哎，水。沈爷爷，沈爷爷，小芳回来了。小芳是谁？沈爷爷，不好意思，可能是我睡糊涂了，我把你当成我老伴儿了。看来您和奶奶感情很好吧？
我和你奶奶是少年夫妻，我们家当年成分不好，祖上是富商，你奶奶是革命英雄的后代，就这样不管不顾的就跟了我。后来以前没发现，现在仔细一看，你和我老伴儿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，还真是像，尤其这双眼睛像。是爷爷，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。哎呀，你看我不小心把水都打到你身上，我叫张伯带你去换一套。芝兰小姐，别见怪，老夫人在世的时候和老爷感情甚多，这10几年过去了，老爷虽然嘴上不说，可心里又怎么可能不想？说起来，这少爷的长相虽叫老爷，不比老夫人五官精致，倒是宝树小姐长得跟谁都像。谁让你偷穿我们家宝叔衣服了？是宝叔的衣服。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，我就知道你这个野丫头包藏祸心，在我们家登堂入室不说，还敢偷穿我们家宝叔的衣服。你误会了，是刚刚不小心打翻了水杯，这是沈爷爷让张伯给我拿的换洗衣服。少拿老爷子在这吓唬我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我在这个家一天，我就绝不允许你这个野丫头登堂入室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按住，让我看看他身上还有没有偷我们家其他的东西。夫人，他可是老爷子亲自请过来的客人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怎么，我说的话都不算了吗？好啊，你们居然都被这个野丫头迷了心窍，那只有我自己来了。把宝叔的衣服给我脱下来！你干什么？妈，妈，你就是沈之暖吧？谁给你的胆子敢推我妈？你们都是死人吗？看到我妈被欺负了，不知道帮忙啊！宝叔呀，你在医院待着，怎么就回来了呢？哎呀，妈，医院待着太无聊了。我们先不说这个，先把这个野丫头赶出去。宝叔，怎么说话的？知暖妹妹救过你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呀？泽清，你怎么就不信我这个当妈的说的话了呢？你没看到她刚才把我推倒了吗？妈，知暖妹妹不是这样的人，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。泽清，你怎么说话呢你？你怎么现在和你爷爷一样拎不清呢？胳膊肘都往外拐。这个野丫头想鸠占鹊巢，在我们家偷宝叔的衣服穿呢，你居然还维护着她。泽清啊，宝叔才是你唯一的亲妹妹，她在外面受了那么多的苦，你居然还帮着一个外人去抢妹妹的东西，宝叔的心里该有多难过多伤心啊！去，把这个野丫头身上的衣服给我扒下来。就是啊，哥哥，你怎么搬了一个冒牌货？你是不是不疼我了？喂，野丫头，看在都是女生的份上，我也不为难你。你现在就去把我的衣服脱下来。我要是不呢？你别以为你替我嫁给明野就能在我们家撒野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沈家永远只有我一个女儿，就算你再怎么枉费心机，也永远比不上你。哼，说的这么正义凛然，但你们好像都忘记了一件事情，沈家我还真不稀罕呢。夫人，少爷，这是怎么了？宝叔小姐怎么也回来了？老爷不小心碰翻了水杯，弄湿了知润小姐的衣服，刚好平安坊的人还在，我临时让他们找了一件替换。知润小姐穿上还合适吧？什么？这衣服是你给他拿的？对，不是他偷宝叔的。妈，您看，我就说了，知暖妹妹不是那样的人，误会了吧？合适倒是合适，只不过
我还是把衣服钱赔给贵府吧，不然一会儿要是有人说我盗窃，我可真是有1000张嘴都说不清了。夫人，知乱小姐替老爷治病，有多次救了宝叔小姐，是咱们沈家的恩人。您这样做，是陷老爷和沈家于不义呀！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呢？肯定是你帮他说好话呢。这个野丫头，就是想攀附我们沈家。妈，算了，张伯，我还有事，麻烦你帮我和沈爷说一声，我先回去了。你平时不都挺快的吗？今天怎么都过了1个小时了还不？你怎么连衣服都换了？我今天不小心打翻了水杯，因为衣服都湿了，所以换了一件。福伯，少爷，设计师到了。明天呢是爷爷的寿宴，我让福伯给你定制几套合身的衣服，待会儿你去试试。少爷，设计师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明天老太爷巴氏寿宴，名流商家云集，到时候正好将少夫人介绍给上流圈子。真的要把我介绍给别人啊？你是我妻子，自然要让大家认识你。快去试试，看衣服合不合身。明少专门让我们准备了3个主题的衣服，少夫人底子这么好，穿上哪一件肯定都能惊艳四座。去吧，去试试。效果太绝了吧！没想到居然能有人撑得住这件 V 恤，还毫不逊色。行吧，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？再去试试其他的。这些设计师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了不要太暴露吗？我觉得这件挺好看的。换掉。这个呢？选第1件吧，其他的也都留下。那就谢谢各位了，请。这个应该是老太太留下的那一串蓝钻吧？这可是外国皇家博物馆的珍藏品。少夫人戴上，果然合适。这条项链还有对配对的耳环，到时候我都给你戴上。明奶奶的遗物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她让我带着参加爷爷的寿宴，心里是真的想要宣示我的身份吧？少夫人鲜有穿这种正式的礼服，明天和少爷一起，一定艳压全场。怎么了？乖，把眼睛闭上。不好意思，请您出示请柬。不是吧？想不到真的有不识趣的外围女想靠运气混进名家宴会啊！我不是外人，你们问问明野就知道了。现在连明野那种竟然都有人当香饽饽了。虽然是个冰柜，但毕竟也家财万贯，有些捞女打着发死人财的主意，说不定还真得逞呢。不过啊，伤感着也没用，人家已经结婚了呢。哎呀，没想到我不要的这种病秧子，居然还有人抢要。之前是个村姑，现在又来一个。不过呀，像明野那样的病秧子，想找女人估计都不行吧。
你看什么看？我看你们蠢呀，跑到别人的地盘上来恶言嘲讽别人，这就是所谓的明家呀。喂，我刚才说的话不许说出去。对救命恩人还出言嘲讽，看沈小姐伤的不是腿，是脑子吧？脑子不好呢得治，需要我再给你扎几针吗？你是沈之暖，你不是村姑吗？之前土里土气的，怎么会变得……对不起，少夫人，我们不是故意要为难你的。没关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公。你怎么不进去啊？在等我吗？你还不是没给我请帖，我进不去。刚刚保安没认出来我。怪我，对不起啊，我刚突然有点事情要处理，久等了。没关系，他们是不是为难你了？几个扫兴的人，我们走吧。这个男人居然是明野，他不是病秧子吗？怎么长这么好看？早知道我就不逃婚了。哎，明野，不知道你这个小妻子准备了什么寿礼给老爷子？身为老爷子长孙媳妇儿，送的礼如果轻了，岂不是显得很没有孝心？你说呢？明野送了一块帝王绿的护身符，橙色种水，的确是个中极品。你这个孙媳妇儿送的礼应该差不多吧？云山，人家小夫妻俩是一体，送礼哪有分开送的道理啊？哎，这是什么话？这又不是随份子，今天可是老爷子的80大寿，你们长房不会只准备送了一份礼吧？这是什么道理啊？既然堂兄都这么说了，我倒是挺好奇，堂兄送的究竟是什么奇珍异宝啊？好啊，那我就把我准备的寿礼拿出来给你长长眼。嚯，这元青花呀，品相保存这么好的元青花，别说价格了，恐怕有钱都买不到。怎么样，明野？我这件东西还能过眼吧？这件元青花保存完好，色彩艳丽。如果真的是真品的话，那就真的堪称传世珍宝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这是找鉴定师鉴定过的，我明有超什么身份需要拿赝品送礼？你这个小丫头懂什么不懂？没有见识就闪一边去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明野，你可得好好管教管教，这要是换了别人呀，可就没自家人这么好说话了。暖暖是我的妻子，我自然是要相信她的。堂兄居然这么笃定，怎么就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看走了眼，错把鱼当珍珠？这明家太子爷莫非是疯了？既然光凭这小丫头一句话就打自家人的嘴巴，我可听说了，这小丫头不过是村里来的村姑，空有一副好皮囊，却是一个没见识没教养的野丫头。明家大少怕是要被美色迷昏了头。好啊，这个短命鬼竟然把把柄自己给我送到手里来了。这次我要让明野在老爷子的80大寿上颜面扫地。这不巧了吗？王主席也在这儿，他可是国家文物鉴定师，他的判断总有可信度吧？王主席，劳烦您给我长长眼，看看我这元青花是不是真品。胎质厚重且坚固，发色浓艳，特别是上面这黑点儿，即是所谓的铁锈斑痕，是绘制花纹时所用颜料而形成的独有特征。这是一件元代晚期的青花瓷冠无疑。怎么样？这下没话说了吧？哎，你干什么？这东西价值连城，你别给我摔碎了，你赔不起。做人要有自知之明，你以为你这
这样哗众取宠就能吸引眼球？还是你觉得王主席的眼里比不下你一个乡下丫头？小丫头，你竟然敢质疑我的眼力！元代的青花瓷器烧制技艺已经非常成熟了，您是著名的书画艺术家，当然能看出来。但是也正是因为他精湛的技术，所以很容易让人忽略掉他的破绽。那您今天且说说，如果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来，老夫今天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行了，我看他呀，就是在故弄玄虚。好了，说也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也没时间听个小丫头在这风言风语。还不来把他拿走？今天我在这儿，我看谁敢动你。明野，你这是要当众跟我唱对台戏了？你这话说反了，是你先为难我妻子在先。要是说挑衅的话，也应该是你才对。你竟然真的为了这个替嫁的乡下丫头来跟我撕破脸？你看，这件瓷器的落款时间是至正8年，但这件瓷器的真正制造时间应该是明朝万历年间，由著名的匠人崔公仿制。崔公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喜欢在瓶底的落款处落下一点青色油墨。明代仿制？你个小丫头，怎么可能见过那么多件合同？哎，我看你呀，没错，就真是崔公的落款。王主席，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再好好看看，你别被一个小丫头带跑偏了。你的意思我是个偏听偏信的老糊涂了？我虽然这次差点看走了眼，但是这崔公窑的珍品我也过手了几件，这点信心还是有的。小丫头见识非凡，恐怕打小见过不少真东西吧？是啊，我从小吃饭就是用的元青花。你说的该不会是那种破道观里面用了几十年的破瓷了吧？才不是几十年呢！我师傅眼光可高了，明朝以后的东西他都懒得往道观里带。王兄，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哎呀，其实你也不用太过自责啦。虽然这一件不是真正的元青花，但是明代的瓷器也价值不菲。我相信爷爷一定能体会到你的良苦用心的。摔烂一个破古董瓷瓶不算啥，惊扰宾客，破坏寿宴才是大错。你还是想想怎么跟爷爷好好解释吧。想不到他心理素质这么差，只是可惜了那件崔公窑，品相的确很不错呢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随便给你挑几件。不用，我这个东西道观里多的是呢。其实我也给爷爷准备了礼物，只是刚刚被人打岔了，没人一起送出去。没事，一会儿送也不迟。你不是还有话要跟爷爷说吗？那个蓝裙子的，难道就是冒充是茂叔嫁进明家的乡下丫头？好像是，早知道明家大少这么一表人才，也不至于便宜了他呀。月竹，你说是不是？他怎么能和我们家宝叔相提并论呢？他这个野丫头呀，只是我们沈家送给明大少解闷的玩意儿。说句好听的，这叫冲喜；说句不好听的，那就是个通房丫头。山鸡插上彩羽，还真以为自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？真的，妹妹，有事吗？昨天的事很抱歉，我母亲和我妹妹说话太过分了，我替他们向你道歉。昨天发生什么事了？泽清，你怎么又和这个贱丫头搅在一起？她最会蛊惑人心了，你可千万不要被她给骗了。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怎么不是？哥，这个冒牌货趁我不在，又是巴结爷爷把爷爷捧团团转的，他肯定又是想来拉拢你，你可别被他骗了。沈夫人，沈小姐，我对你们一家真的没有一点兴趣。你们一直咄咄逼人，是不是太自以为是？
说的冠冕堂皇，谁不知道你假借照顾我的名义频频出入我们家？虽然你从小跟着老道士在乡下长大，但你的家人没有看不起你吧？你也用不着趁我不在抢我的东西。早知道你是这种心思深沉的贱丫头，当初我就不该让你攀附上明家。等明夜一死，我看你还拿什么猖狂！妈，你闭嘴！沈夫人，你如此口不择言的诅咒我老公，真当我们好欺负吗？怎么着？你这个野丫头还想教训我不成？你也配？他不配，那我呢？你三番两次当着我的面羞辱我的妻子，真当我是死人不成？一点都不尊重我夫人，也是我们家的客人。来人，我把他们赶出去！我看你们谁敢！我可是沈家的主母，你居然要为了这个野丫头把我赶出家宴，你是不是把明沈两家的交情就没放到眼里？没把两家交情放在眼里的，由始至终都是沈夫人你。明少，她沈之暖就是一个顶替我的冒牌货，你还真把她当妻子了，居然还要为了她断了我们两家的交情。你们还这样，我可就真不高兴了。小主，给点山。沈宝叔啊，我说你算哪根葱啊？高不高兴的和我小叔有什么关系？小叶，我告诉你，敢欺负我小婶婶，全都给我滚出去！沈之暖，你这个贱人！要不是我，你凭什么嫁入明家？就是一个没见识、没教养的野丫头，要进你的圈子，你也配？我沈柏林的孙女怎么就不配了呢？沈爷爷，哎，爸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本来想选择个合适的日子宣布，今天就借老明的寿宴，也正好是来个双喜临门啊！我和暖丫头投缘，认暖丫头为我的干孙女。从今天起，暖丫头就是沈家长房的女儿。我倒要看看拿沈丫头嚼舌根子那些人还有什么话好说。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你的孙女儿？那宝叔呢？我不同意，你认她做孙女，那我算什么？还有个没见识的野丫头，凭什么抢走我的一切？你们都给我住口！我认孙女儿，不需要你们同意。德清，把你母亲和你妹妹送回家去，不要让他们在这儿扫了大家的兴致。啊，走了。暖丫头，还不叫爷爷？爷爷，哎，嘿嘿嘿，以后爷爷给你撑腰，我看谁还敢说三道四。老家伙，认孙女儿都认在我的寿宴上了，你可真能占便宜啊！要说占便宜，我还没说你孙子骗走我孙女呢。进了我们明家的门，现在后悔可来不及了。别怕，有我在。你这个干孙女可不能白干，是不是也得拿出点见面礼的？就你精明，合着到你寿宴上还要带2份礼不成？干孙女可是你主动认的。你呀，这礼拿不拿，自然就看你自己的了。哈哈哈！爷爷，你不会又要给我股份吧？我可不要。爷爷，你不会又要给我股份吧？我可不要。这是爷爷名下的一座小岛，就在附近的公海上，直升机2-3个小时的距离。你不管是为扩建道观，还是做私人度假，都不为是一个好地方啊。接着，那谢谢爷爷了。不客气了。爸，这座小岛，宝叔一直都想要呢。他上去求了你多少次，你都没有松口，怎么一转头竟然送你这个野丫头？你
你是不是太偏心，太过分了？妈，少说两句。小岛是爷爷想怎么处理自由，你无权干涉。走了，走去。哼！对了，老丫头，你上回给爷爷那个安神符还有没有了？我那几个老伙计想要啊。有的有的，爷爷，我下次过去给您针灸的时候给您带过去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林爷爷，这个是我送给您的生日礼物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好好。哎呀，这个里面呢有安神符、静心符等等，都是我们当时村子我销量最高的。真不错。明少，您东西掉了。啊，不是说了让你收好吗？记住。哎，收好了，千万不要把这弄丢了。不是吧？杨老爷子好歹也是个肩负风浪的人，怎么跟一个普通老头一样迷信这种东西？指不定这小姑娘真有什么厉害之处，是我们不知道的呢。走吧，咱俩在那边坐坐去。沈泽清，给我站住！妈，你到底还想怎么样？有你这么当儿子的吗？有你这么当哥哥的吗？你爷爷把一座小岛直接送给了那个野丫头，你不拦着，你还带我们走，有你这么胳膊肘往外拐的吗？哥，你是不是也被那个野丫头洗脑了？你以前不是最疼我了吗？你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她抢走我的位置？够了！妈，我说，你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理取闹，这么没有教养？你们别忘了，你们口中的野丫头可是用了宝叔2次，这口中没有半句感谢，还处处刁难挖苦他。不，你们心里就不是羞愧吗？他救我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他能成为名家少夫人吗？说了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因为沈家才故意救我的？好让爷爷你们感激他，然后占我们沈家的便宜。沈宝叔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妹妹？妈，你看哥哥，他居然为了那个野丫头这么骂我，早知道这样，我还回来干什么？我死在外面好了。泽清，你为了一个外人这样教训你妹妹，有你这么当哥哥的吗？妈，就这么忍啊，迟早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妈，沈之暖到底给哥哥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他要这样对我们，他抢走爷爷，抢走哥哥，抢走属于我的一切。我不会让沈之暖好过的。叔，你放心，只要有妈在，绝不会让那个野丫头得逞。月月啊，对于这门婚事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之前说的也很清楚了，你还想说什么？死鸭子嘴硬，甭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心里认定的就是暖丫头。放心，我还不至于做棒打鸳鸯那事儿。再说了，和你是命定姻缘、天作之合的人，就是暖丫头，并非沈家那丫头。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有关暖丫头的身世，等找到你的怪病的原因，再说也不迟。毕竟敌暗我明，现在告诉你，未必对暖丫头是好事。不过你要知道，暖丫头可是你的命定之人就行了。爷爷，谢谢。行了，别杵在这儿，暖丫头呀，她在外边等着你呢，赶紧去吧。啊！
真是笑死人了！刚才他那几张鬼画符拿出来，我都替他尴尬。谁说不是嘛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连算命的都有小程序了呢。宁浩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去死吧！你倒是找个有分量的。刚才那是天打雷劈了吗？今天可是晴天，哪来的雷？是雷符，是我小婶子的雷符。敢拿刀扎我！要不是老天开眼，早年前了吧，将小命生当炉子炸了！弄什么？把人拖进去！好了，二叔，没事吧？二叔，我可得跟你说，你别谢错人了，这个可和老天爷没关系，你得谢谢我小婶婶，是我小婶婶的雷符救了。小婶婶，小婶婶，你要去哪儿呢？哎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刚刚送给老爷子的雷符救了二叔一命，二叔竟然还不信。应该是我不小心把雷符放在送给爷爷的寿礼里面，还好阴差阳错，不然万一爷爷把房子给炸了，那我可就罪过了。那个收费人，之前听您说你那有什么平安符、清心符的，不知道符纸怎么买，我想求一张平安符。对，安神符有吗？我最近睡眠不好，也想要一张。姻缘呢，少夫人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卖我一个姻缘符吧。我也要，我都28了，还没有男朋友呢，再不嫁人就成老女人了。可是我身上没有带符纸，下次再说吧。哎呀，现在知道我小婶婶的厉害了吧？都求着她要符纸，哎，我就用不着，小婶婶会自己给我的啊。你们干什么呢？你可算来了，你可算来了，他们太热情了。您说你别误会，我们只想让少夫人卖几张符纸给我们，绝对没有什么坏心思。我都说了不卖了，他们还要，哼，不高兴。行了，都别围着了，暖暖的符纸不卖。不卖。你喝酒了？他们给我的，我觉得好好喝，就喝完了。大雪，你给爷爷说暖暖喝醉了，我先送他回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少爷，我们直接回家吗？好。回家，我要回家找师傅了。乖，我们先回别墅，等明天再去，好不好？不，我不回别墅，我要回我的道观，回去找师傅。我现在就要回去，我要回去。好，老六，去青山村。哎，下次不许。老公对我最好了，我超喜欢你的。到家了，老公，快来呀！少爷，这明明是别墅，少夫人怎么说是道观？暖暖说是道观，那就是道观吧。走吧。少爷，这些都是古董吧？这些都是有市无价的东西，要注意点。老公，我带你去看我的宝贝吧，我有好多宝贝呢。都是我的宝贝。老公，你看我的宝贝好不好看？我以后呢要把它们全部刻成阵法，
然后给你吃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去去。You look so good in that black dress. Them white toes, those lashes, and your address. I got me. 早啊！吃干抹净就想跑啊？什么嘛，这种事情吃亏的不是我啊！怎么了？你的脉象好像好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的脉象稳定了，以后都不会阳气暴动了。真的，你的脉象稳定了，以后都不会阳气暴动了。我知道了，因为你是纯阳体质，之前有说过，如果阴阳调和就能治好你的病，而我又是纯阴体质，所以你这么说，你是我的药？这差不多吧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我又难受了。啊？你再给我治一治。明夜，你干嘛？叫老公。不要了，你再忍忍就过去了。死丫头，你怎么不在家？赶紧给我来医院一趟！不去。谁的电话？魏女士的，让我去医院。好了，你睡吧，我来处理。死丫头，竟敢挂我的电话啊！是明少啊，知暖了啊，我有事找他说。你有什么事跟我说？那个，他姐姐有病了，我想让他来医院看看微微。好，我会找到他。主播，帮我去查一下沈氏旁系沈薇薇在哪家医院生的什么病。少爷，少夫人回来了。哇，这么多精品玉石，少爷又带少夫人去古玩街玩石头了，手气好好啊。不是的哦，这些都是我道观里的。对，都是暖暖的宝贝，为了给我雕刻阵法、孕养身体的。那感情好，少夫人可真是在意少爷。哦，对了，少爷，您让我改的戒指改好了，您看看。好好看。不错，暖暖，你先自己玩，我呢上楼出点事情。去吧去吧，我还要雕石头呢。好，走吧。少爷，调查怎么样？少夫人的父母实在是太可恶了，他们生下少夫人的目的，竟然是为了给沈薇薇换肾。他们把少夫人当成了一个养肾的容器。所以说，这次沈薇薇发病，他们是打算让暖暖给沈薇薇换肾。没错，现在沈薇薇在医院住院，我还以为少夫人的母亲来看少夫人，是她想念少夫人了。谁知道？有我在，我看谁敢动暖暖。那
这臭丫头不会知道她要过来给我换事儿，所以不敢来了吧？你放心，她就是再不愿意，妈把她绑也要绑到医院里来。当初生她就是为了给你换器官做储备的，如今到了她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。妈，你布置的没问题吧？那丫头的想法太多了，要是……哎呦，你放心，她呀，只要踏进这所医院，妈保准她有来无回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断一下，我很好奇，法治社会什么叫做让我女儿呀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你都听到了？也就刚来一会儿，没多久。从你们是要赶我一样是？你都听到了，好，那省得我们费口舌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存在就是给微微换肾储备的，你呀，识相点，就乖乖的配合。什么叫做我为了给他换肾才存在的？你知不知道，你从出生开始就是专门给我准备的移动器官库。爸爸妈妈把你送到乡下去，就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野村姑。一个器官库而已，身体健康就行了，哪有那么多野想法？早知道那穷乡僻壤的地儿把你心都养野了，就应该把你锁在地下室，让你活在我们眼皮子底下。你笑什么？微微可是你的亲姐姐，我告诉你，乖乖的把这个协议签了。哎，再说了，你少一个肾对你有什么影响啊？你猜人为什么要有2个肾啊？你怎么这么自私呢？微微可是你姐姐，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那这么说的话，她是你的亲女儿，你怎么不把你的肾捐给她呢？你不要见死不救啊！妈，甭跟她废话了。今天她能来，我就让她再也走不了。早就跟你们说了，直接动手，跟她扯这么多，浪费本小姐的时间。宝叔小姐说的对，没想到这丫头简直就是个冷血，对她姐姐见死不救。像这种一心只想攀龙附凤的人啊，最是冷血了，你们能指望得了才怪。原来你们已经联合了，为了对付我，你们可真是舍得下血本。这么说来，沈微微小姐确实快不住了，可喜可贺啊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好着怕。行了，少跟他废话，直接动手摘了他的肾，把他扔到海里。我看他以后还怎么抢我的东西。别动！我虽然不会真的对他怎么样，但我的手段你们知道的，让他生不如死的10天半个月，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。说动手，你们都聋了吗？别动！沈之诺，他可不是我妈，你威胁不了我。沈之诺，我可是你妈，你要是对我这样，我跟你断绝关系。沈之诺，你以为我叫你过来就没有做什么准备是吗？为了对付我，你竟然弄出了以直系血亲的心头血为引，可以控制我行动的血咒。怎么，怕了？怕也没有用。你这只服是个假冒伪劣产品啊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安娜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敢一个人来进来？没事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好啊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对我小婶子动手？魏女士，沈小姐，今天这件事情，我一定会向沈老爷讨一个说法。如果你们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，我们明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明野，她就是一个野丫头，你为什么那么袒护她？明明我才是你要成亲的未婚妻。逃婚的可是你，你还配说出这种话？还妄想说我小婶是攀比？
我小婶和小叔现在夫妻俩恩爱着，而且小爷只认这个小婶婶，明家也只认这个少夫人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你闭嘴！我没有在跟你说话，我在问明野。感谢沈小姐当年的不嫁之恩，不然我也不会等了。不过一码归一码，今天这一招我是记下了，且等着。小婶婶，这真的是太过分了！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母亲？即便是陌生人，也不能这样吧？哎，我真是活久见了！你母亲偏心也不能偏心成这样吧？为了要救沈薇薇，竟然牺牲小婶婶你！哎呀，什么嘛！哎，小婶婶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其实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没有必要为这种人伤心。毕竟人和人之间各有各的缘分嘛。你刚才说我母亲对我比对陌生人还不如。没错啊，哪怕是不认识的人，也不能理直气壮的要人捐肾吧。而且这种手术做不好的话是有生命危险的呀。沈薇薇对我用了以至亲之血为引的血咒，但却没有起作用。也许假冒的不是符纸，而是……或许我觉得你应该去查一下一个魏女士的血缘。小叔叔，虽然小婶婶的母亲行为确实不对，但是也不能怀疑他们的母女关系吧？我跟你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啊，小婶婶，不是吧？你还真听小叔叔的？当然了，而且我和魏女士的关系，其实从玄学的角度上来讲，就已经处处透露着不对劲了。她明明是我的母亲，按理来说我应该算不出她的命格，但是我见她第一眼就能看出她早年富贵，晚年凄惨的命格。还有沈薇薇啊，她虽然是我的亲姐姐，我却能看出她英年早逝，不管我给不给她捐肾，她都活不过24岁。然后还有沈泽清啊、沈宝书他们的母亲，面相很是奇怪，怎么也查不出他们的命格。哦，那小婶婶，按你这么说，你岂不是与沈泽清有血缘关系？难道你就是沈泽清的妹妹？那怎么可能？我看不出他的命格，不一定是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什么高人改变了他们的命格。暖暖，你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冒冒失失一个人去见他们了。今天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哎呀，知道了，以后不会了。我给你的石头还没有雕好，那我先上去了。好，去吧。伯伯，少爷有什么吩咐？事关暖暖的身世，一定要仔细查。另外，不要亲自俯身。是，少爷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我亲自去调查，一定让您满意。去吧。说，你们到底是怎么想？暖丫头，你们都敢动？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妈，爷爷为了那个野丫头又训我。爸，您真是老糊涂了你。你怎么能为了那个野丫头教训宝叔呢？她在外面受了那么多的苦才回来，您不心疼，我还心疼呢。啊！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少说两句。知道宝叔昨天干什么了吗？他竟然带着保镖要绑真的妹妹，强迫给真的妹妹换肾，像话吗？宝叔都是被你们惯坏了，你这样无法无天，成何体统？换肾？给谁换肾？宝叔不可能干这样的事儿的。堂叔、大嫂，你们就别怪宝叔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想让沈之暖给薇薇换肾，这不宝叔看我为难嘛，才肯帮忙的。就是啊，我也是想帮忙嘛。那谁知道那沈之暖那么冷血，连亲姐姐都不救，我就想着用一点强硬的手段让他捐肾嘛。爸，宝叔这也是一片好心呐，你也就别怪他了。好心，好心，你把你的肾捐给沈薇薇，那怎么行？沈薇薇又不是我姐姐。你的命就是命，沈薇薇的命是命，
那暖丫头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那沈之暖能和我一样吗？我可是沈家大小姐，沈之暖一个女丫头，也能和我比？我又没说错。那小婶婶可和我说了，当初生沈之暖就是让她给吴为当移动器官库的嘛，她就是个低贱的工具人。够了！我们沈家怎么会有你这三观不正、是非不分的东西？我沈柏林没有你这样的孙女。爸，您就别生气了，宝叔也是一时心急才口不择言的。您是知道他的，他平时呀可善良可单纯了。这儿媳妇，暖丫头虽然是你的女儿，但也是我认的孙女，更是明家的少夫人。就单单一个明野，就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再说了，你当真以为暖丫头是那个老乞丐、老道士养的吗？他的师傅是铁口神算，蓬莱山风水世家当家人程奇。怎么可能？我和林老都不敢惹的人，你们惹起来倒是没有丝毫的顾忌。不可能，她明明是在乡村长大的野丫头，怎么会和沈家有关系呢？要是不能动她，那我家薇薇怎么办？儿媳妇，我劝你去，你最好别干傻事儿。老爷，直暖小姐和明野少爷来了。老爷，直暖小姐和明野少爷来了。哦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家不欢迎你们。我让他们来的。爷爷，你让他们来干什么？我不喜欢他们，你让他们走。爷爷，您坐。暖丫头啊，今天让你们来，是为了昨天医院的事儿，是我管教无方啊。今天我让宝叔给你们赔礼道歉。爷爷，你让我跟他道歉？做错了事情就应该道歉。至于你，现在你是暖丫头的母亲，我就不逼你道歉了。但是从今天起，你要是不顾暖丫头的意愿，逼着她去捐肾，就别怪我沈家的长房与你二房断绝关系。堂叔，你可不能不管我们，我以后不逼他就是了。不会跟他道歉，死也不会。好啊，你连我这个爷爷的话都不听了吗？你还是我爷爷吗？你以前最宠我的，可是自从他来了以后，你处处维护他，你现在还为了他逼我跟他道歉。我讨厌你，我没有你这样的爷爷。哥哥，我不走。陈宝叔，爷爷，我先带宝叔离开，我会好好劝他。爷爷，我会好好劝他。宝叔，都被你们惯坏了。这下你满意了，宝叔都被你赶走了，你看看我们沈家被你搅成什么样子了！你就是个贼心，扫把星你！谢月竹，你看你试试，你是不是真以为我明野脾气好，让你一次次伤害我妻子？还是你以为凭着明沈两个的交情，我就真不会动你啊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一个乡下野丫头，要骑到宝叔的头上作威作福？沈家只有我们宝叔一个小姐，你休想取代她的位置。只要我在一天，我绝不允许你抢走我们宝叔所有的一切。谢月竹，你若和宝叔还是这么执迷不悟，认为暖丫头抢走了宝叔的东西，你从今天开始，你们离开沈家吧。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暖丫头，都是沈爷爷对不起你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明家小子，我老了，管教小辈的事情管不动。如果以后他们再犯到你手里，你不必顾忌我的颜面和沈家的颜面。回去吧。沈爷爷，回去吧。我们走。
媳妇，你也回去吧，以后没事儿就别来老宅了。最后奉劝你一句话，不要自寻死路，惹不该惹的人。爸，你过2天把他们都叫回来，把我名下的财产给你们分配一下。你放心，是沈宝书的，我会一分不少。但是不属于他的，你们也别想多得。老张在，老爷。扶我上楼。爷爷，我感觉今天沈爷爷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他的情绪……你呀，这个时候了还在想什么？今天如果不是我执意要跟着过来，你那一巴掌不就白白受着了？才没有呢！是你反应太快了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好吧？我是不会被人欺负的。你呀，以后记住，不管谁欺负你，都要学会反击，千万不要为了谁忍气吞声。我会永远为你撑腰。你放心吧，有老公给我撑腰，我谁也不怕。沈小姐眼睛的火啊，看来刚才是哭着从沈家跑出来的。我猜猜看，是因为那个乡下来的村姑，沈小姐才跟家里人吵架了。关你什么事？我可以帮你啊，正好我也看明野和那个村姑不顺眼，我们可以一起联手对付他。难道沈小姐不讨厌他们吗？那个明野就是个病秧子，只能活到25岁，却妄想拉着你给他续命。至于那个村姑，明明就是个冒牌货，却处处得到你爷爷和明野的维护，一点骄纵的东西。沈小姐就不想报复他们吗？那你想得到什么？我当然是想得到明家了，然后把明野踩到脚底下。毕竟我跟沈小姐一样，都被人抢走的东西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爷爷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这样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爷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会改的。你不是想让我给志暖道歉吗？我都答应你。爸，您看，宝叔都向您认错了，他也知道错了，您就别生气了。宝叔呀，也是你最疼爱的孙女，他什么心性，你还不清楚吗？爷爷，宝叔虽然任性了点，但是性子不坏，他现在已经知道错了，就不会再犯。张真知道错了？真的。爷爷，下周妈妈不是要给我举办生日宴吗？我想到时候请沈之暖一起来陪我过，当众向她道歉。您觉得怎么样？知错能改，是我沈柏林的好孙女。好了，现在身体还没有好，去休息吧。我让你调查的事情，调查怎么样了？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少爷，跟您推测的一模一样。有意思。对了，少爷，我怀疑二爷并没有在国外，他早就已经回国了，并且永超少爷最近总是经常偷偷的去见一个人，他在公司里的小动作也是越来越多了。看来是时候该收网。少夫人，这是沈家送过来的邀请函，邀请您下周参加沈宝书小姐的生日宴会。什么嘛，他又不喜欢我喊我去，他就不怕我搞到他的宴会啊？
谁送过来的？是沈泽清少爷，他特别交代要让少夫人一定要去，说是沈宝书小姐将在宴会上对少夫人之前无礼的事进行道歉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沈宝书向我道歉？你说我去吧？我怎么总感觉这件事情怪怪的？其实按照情侣来说，就算他不要求我们也应该去的。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去，那我就不去。算了，还是去吧。虽然我不喜欢沈夫人和沈宝书，但是沈爷爷和泽清哥哥对我还是很不错的。我会陪。宝叔，祝你生日快乐！今天真漂亮。我们宝叔不但漂亮，而且性格还超级好，不像某些村姑，以为攀了高枝就一副看不起人、不理人的样子。宝叔，你可真大气啊！那个村姑都心机深沉的想取代你的位置了，你竟然还邀请她来参加你的生日宴，这不是扫兴吗？你们也知道，她很讨爷爷喜欢的。我如果不请她来，爷爷会失望的。而且，我不过也是成人之美，是另外有人让我邀请她过来的。沈小姐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妈妈求你了，你就救救你姐姐吧！真的我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我刚刚考上A班，我不想死，我求求你救救！沈小姐，你为啥要对自己的亲姐姐见死不救呢？小婶婶、吴薇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别这样，你们先起来再说吧。微微生病了，医生说要不及时救治，就活不了多久。只要暖暖的点头同意，就能救她姐姐的命。可是这丫头就是不肯点头，见死不救啊！之暖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即使是陌生人，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更何况微微姐还是你的亲姐姐，你这样未免也太冷血、太自私。原来这就是你邀请我来宴会的目的啊！说是道歉，实则是为了演这一出戏。你这样做，有想过沈爷爷吗？你别胡说，我可是真心实意邀请你的，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。那真是抱歉啊，我和你们沈家没有任何关系，沈微微的死活更是与我无关。真是作孽呀！我怎么有这样的女儿啊？记者，你快帮我劝劝她，我就这么2个女儿，她要是见死不救呀，我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呐！我的心跟刀绞一样的疼啊！都是你的心头肉，我没见过谁把心头肉丢到乡下20年不闻不问，你可真是亲疏有别啊！暖暖，妈妈知道你记恨我，对你关心不够。只要你答应救你姐姐，以后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，好吗？暖暖，妹妹，算我求你了，算我求你了。看着挺漂亮的小姑娘，怎么这么铁石心肠呢？乡下来的小丫头，能指望她有多么高贵啊？这种人也能混进我们圈子，简直是污染空气！沈之暖，你自己的家事自己解决就好了嘛，你冷血无情也就算了，怎么耽误宝叔的生日宴呢？就是，我看你就是存心的，你一定是嫉妒她是我们沈家的千金，你在这存心搞事情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暖丫头，他们是不是又在欺负你啊？没有为难我。儿媳妇，看来我的话在你心里没有起到作用啊。堂叔，我也是没办法呀，你不能因为偏心暖暖就不顾微微的死活。你怕和明家的关系，我可不能怕，我是一个母亲呢。宝叔啊，这件事你也有参与吗？爷爷，没有，我不知道他们会来。那这记者是你叫的啊？一个生日宴会需要记者吗？我请了，我只是想记录下我的生日宴，不是以后看。明爷呀，
我管不了了，你来处理吧。暖暖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你就救救你姐姐好吗？无论你有什么要求，我都会答应你的。你就可怜可怜妈妈，可怜可怜你姐姐好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魏女士，并不是暖暖不想救，而是她救不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比我更清楚。你根本都不是暖暖的母亲，沈薇薇也不是暖暖的姐姐，配什么都配不上。你胡说些什么？暖暖明明是从我肚子爬出来的，我怎么能不知道？你一定是搞错了。从你肚子里爬出来的，难道不是沈女士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宝树是我的女儿，跟她有什么关系啊？爷爷，我觉得还是先让宾客离开吧。诸位，今天招呼不周，请大家原谅。大家都散了吧。暖丫头，你真是爷爷的亲孙女啊！不可能，爷爷，我才是你的亲孙女，不可能是他。我已经调查了当年的医院，还有医生护士。当时沈夫人早产，魏女士刚好跟沈夫人在同一家医院，而且还是同一个病房。正巧当时医院接了一个很大的交通事故，医生跟护士人手都不够，所以你就趁着沈夫人昏睡，偷偷进病房换了手环。您别急着解释，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，我是不会口述的。当年医院的监控，我也已经拿到手了。你真的调换了我的女儿？妈，你别信了，我就是你的女儿，千万别信了。是你胡说八道，是你这个野种贱人，才是沈家唯一的女儿，我才是沈家千金。是你嫉妒我的身份，想用这种方式来污蔑我，你休想得逞！妈，我才是你的女儿，你不能让她这么污蔑我！妈，这里不欢迎你，我们沈家的事容不着你们外人在这指手画脚，你们给我滚出去！铁月竹，你给我住口！爸！你们既然都不相信，也不承认，去医院重新做个鉴定。老爷子，最快半个小时出结果，全程盯紧，不能出任何纰漏。医生，顺便给太太做配型。虽然我知道配型肯定不会成功，但是为了让你们放心，还是做一下吧。老爷子，这是结果。确定沈志朗小姐和谢月冰女士是母女关系，而沈宝书小姐和魏冬梅女士亦是母女关系。明少，沈志朗和沈薇薇匹配结果不成功，不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。这开什么玩笑？妈，你不是说我们是匹配了你才把他接回来的吗？这可能是搞错了，当时是配型成功的，我才把他留下了，这一定是搞错了。哈哈哈哈，那是因为我调换了配型血液，与沈薇薇配型的
是沈宝书。师傅，师傅，怎么才几天不见就不认师傅了？师傅，你收拾的太干净了，我有点不习惯了。还是你之前邋邋遢遢的样子比较亲切。臭丫头！哎，好小子，身体好了啊？拐走我徒弟的账，晚点再跟你算。你谁呀？你刚说那话什么意思呀？怎么，20年前的一面之缘，怎么不认识了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我怎么可能？你是？就因为一句跟你们的命格不合，就把一个婴儿放在乡下20年不闻不问。果然，一生下来就准备给大女儿做储备器官库的工具人，一点都不心疼。是又怎么样？她又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的亲生女儿在沈家好好的做着大小姐，我犯得着管她这个野丫头吗？要不是配型成功的话，我都没想到过要留着她。所以啊，我就调换了样本，带走了暖丫头。你怎么敢呢？你调换我的女儿，还让她给你做器官储备库，把她丢到乡下20年不闻不问。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我打死你！妈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暖暖，师傅，老公，我们走。好，我们回家。暖丫头，也罢，你回去好好休息，沈家爷爷会帮你处理好的。走吧，师傅。好，我们走。妈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宝叔，你调换婴儿一事，等我问了暖丫头之后再做处理。但是今天二房和长房从此以后没有任何干系，你们以后都不要出现在暖丫头面前。如果让我知道你们再打扰她的话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宝叔，沈家上上下下把你当宝贝一样的宠着，可是你任性骄纵，一再的犯错，真是令我失望。所以那些东西不该你拥有。不过看在养育你20年的份上，我会送你去国外，我可以保证你在国外衣食无忧，就是不能回国。爷爷，不要，我不要出国，爷爷，我是你的宝贝孙女宝叔啊，你别不要我，爷少爷、少夫人、程先生，你们回来了。爷爷，舅爷怎么了？这你就得问程先生了。哈哈哈哈！为什么？这是我送给我徒儿的一点见面礼。你们都很奇怪，为什么这臭小子换上怪名了？都是这父子俩搞的鬼！他们在明家祠堂设下了巨梁阵，被老夫我发现了。
臭小子和我徒儿，那可是命定的姻缘他要是死了，那我徒儿可不得守寡？师傅，你怎么就没个正形呢？再说了，我老公的病已经被我治好了。臭丫头，我让你去找命定的姻缘，可没有让你随便的就让这臭小子吃干抹净啊！师傅，你别说了。哎呀，你呀，气死我了！爷爷，您看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为什么要对明野下狠手？是内心在记恨我，而明野也是我最在乎的继承人，所以你们要毁了他，夺走明家的财产，是吗？是啊，你明知道我恨你，还把我留在明家，你是为了彰显你的仁慈，还是为了弥补你的愧疚？明家是我父母的，是你害死了他们，接了明家，还假慈悲的收养我，我难道不该恨你吗？我是你小叔，你父母当年是因为车祸去世的，你心里认定是我杀害了你的父母，只要你心里好受点儿，那我就当这回吧。可你要看看永超，他可是因为你才毁了自己的一生，你这个当父亲的也太不称职了吧！啊！剩下的你自己处理吧。